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一个恐龙扛狼扛狼扛，这个传说中的《三国志》2代的恐龙扛狼 Plus 版啊。当然了，咱们说这个恐龙扛狼啊，这就是一个网络用语啊，这不是传说中这个云南服啊，这个小姐姐来了一波眉飞色舞的恐龙扛狼。虽然说呢是2003年的这个网红版本了啊。大家伙都了解啊，但是呢，我狼呢，也没有给大家伙这个融入这个梗进去啊，而且现在呢，略微有一些过时，不过不要紧，其实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。那这个看标题，大家伙就了解啊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陈志怡啊，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拼音啊，到底是什么名我不太清楚啊。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恐龙扛狼的通关啊，其实好多人都打一命通关啊。这个版本呢，对于高手来说啊，非常简单，尤其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飞毛腿啊，那真的是。这个第一脚踢出来是一个原地跳投的姿势，然后第二点啊落地的时候变成正常的跳跃攻击，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啊，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你下跳的感觉啊，它往前打还能打出波来，所以说这个版本呢是非常的变态啊，大家伙都是用赵云的啊，真正是把子龙这手7进7出给搞得非常明白。然后呢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是李典，然后呢是双 boss。正常来讲呢啊，大家伙了解啊，这种变态的版本啊，就即便是小兵多一点 ，boss 多一点，也都可以理解。这2个 boss 呢，按照我们个人理解啊，如果是按战狼版的设计呢，就是说只要打死一个啊，就可以啊，什么 boss 都一样，只要先把一个搞死。好，这招呢，只要他踢的话呢，是可以给对方踢出小鸡儿的啊，踢出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小鸡、小鸟、小黄鸟，也就是说给他打迷糊了、打晕了啊，就是脑瓜嗡嗡的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当然这个版本呢，这么一看，给人一种感觉特别简单。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啊，我还真不跟大家伙乱讲，你玩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对于新手来说呢，还有一定难度啊，真的是，因为这个小兵他的 AI 并不是特别低，这就是相当于有机会给大家伙再解说这个怒之铁拳2代的这个版本啊，也是非常的变态啊。咱们可以选这个皮鞭女，还有甚至可以选街霸里面那个猴鬼。真的是可以选啊，但是呢，确实啊，这个不像大家伙看的那么简单啊，确实变态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把怪聚到一起，这一踢真的是很过瘾啊。相当于单秒了，也就是说，像这个无论是 BOSS 还是这种精灵怪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反制能力啊，就相当于拿了一个晕锤无限晕的感觉，而且他踢这个人的话呢，基本上会有这个4到6点的判定的感觉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尤其是把怪聚到一堆儿，然后一踢就会变成，然后再反正他一直晕。而且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上的这个特殊技啊，而且也可以快速的发招和取消顶过去的这一下呢，可以利用火属性瞬间把一个怪物给击倒，这样的话可以让一些小兵啊这个不会干扰你的输出环境。当然呢，最变态的还得是这个跳跃攻击，这招呢有点类似于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怒之铁拳，有机会给大家伙说一下啊，怒之铁拳里面的这个猴鬼啊，它也可以利用跳 A 来打这个无限连，它这个跳 A 打这个跳起来发波。也是这种啊，这种，然后再打再就一直连，但是呢，小兵的 AI 实在太高太多，以导致呢，并不像大伙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我试过，我玩过啊，真的挺难的，实话实说啊。当然，咱们这个恐龙扛狼 Plus 啊，这个我妹 K 不溜 biu 啊，来一顶，然后这是双 boss 啊，但是呢，由于他背对着自己，咱们可以一直跳跃攻击打。好，再踢一个下上，把他完全打倒，不要骑马，不要骑马，把所有的小兵全都倾倒。跳跃攻击，再踢。那个 boss 还要回身，想要去骑马，他快速嘚啵啊，就是要骑马。但是呢，你只需要打死一只就可以，所以说还是蛮简单的啊。仅用了4分多钟啊，4分钟20多秒啊，就把这个第2关 boss 打死了。但是由于这个游戏啊关卡比较多啊，也比较慢，所以说整体呢是需要30多分钟。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怎么样啊，这个版本呢要打速通的话，我相信啊肯定是要比这个原版啊这个也快不了太多。你比如说现在呢，它用了35、6分钟吧啊，37分钟左右通关。我相信还会再更快一点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双 boss， 小兵也多啊，只是你技能也很变态。要知道原版踏死赵云都打到了将近17分钟啊，不到17分钟，也不应该说将近，应该说不到17分钟通关。
然后呢，人脑的话也是30多分钟，不到31分钟通关，你可想而知啊，这个。即便是原版啊，这个人脑也比现在他玩的要快。但是呢，正常来讲呢，如果要是真说是用这个赵云这个路子，那其他的角色是不是也挺变态的啊？我这个目前还没有了解到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像这个刚才我说的怒之铁拳，它有一个皮鞭女啊，有一个这个皮鞭女。也是很变态，但是比好鬼呢要弱一点。输出环境的话呢是皮鞭女好一些，但是输出能力的话是好鬼好一些啊，无论是连点还有伤害。但是其他的角色就一般了啊。你像这个版本，我估计啊也是只有赵云呢是非常牛逼的啊，其他的角色即便有加强，可能也是一般啊。我这个不太了解啊，我也不敢多说。那目前看到2个大神通关，也确实都是用赵云啊。这个如果有其他的大神去玩的话呢，我建议啊大家伙可以去。对吧？这个可以去挑战一下其他的这个人的玩法，还有一些更好玩的版本。这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各种吃这个血，我个人感觉呢，就是意义不大啊。这个也就是说正常的一命通关，没有考虑到速通的这个玩法。这里面很多人说，为什么他要先把火捡到啊？他捡火的话呢，这个地图就会就会变得非常长，所以说它输出环境会非常好。你连续的打这2个 BOSS，这样的话呢，打到火炉边上运气好的话，你看。直接可以把2个 BOSS 全部秒死啊！这是双 BOSS 直接踢死，他俩是重叠到一块儿的，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连续的踢，直接把它全部踢死嘛啊！这是无限连击。如果你刚开始不把那个火柴剪掉的话，这个整个地图呢就会变得比较窄啊，不是那么宽。你像现在呢，它一直踢到这个火炉那儿啊，踢到那个火炉那儿啊。好，6 BOSS， 但是呢，由于啊这个地图呢是有这个边境的。有边境的话呢，这个不是没有边境的，但是呢，你还不能往那边走，所以说呢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只能说眼瞅着这个6美啊，直接就是，对吧？6美呢，直接就是跑到这个板边，然后呢，只能放他走。好，还剩最后一个，这里面秀了一手啊，这个没啥意思啊，反正呢就正常玩。基本上个人感觉啊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啊。不过呢，我玩了一下啊，反正呢，也不是那么简单啊，看起来很无脑。其实吧，这个就很简单。你比如说，你看那些高手玩这个，比如说玩这个恐龙快打的困难难度，什么名将什么的，你看人家10来分钟名将就能通关啊，12、3分钟。然后玩这个恐龙快打也是啊，17、8分钟就能通关。觉得哎呀，这好简单啊，这我玩我也行啊。但是当你玩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刚才我也说过啊，它唯一的对于新手来说难度呢，就是说你不太了解这个小兵的 AI 啊，对吧？小兵的数量啊，虽然说也是 double 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像战狼一样，但是它的 AI 啊，其实属于比较变态的。你要掌握好这个，包括你像他这个血杀也是啊，这个血杀是为了让自己创造这个输出环境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兵他的攻击欲望啊，就是满的，纯满的，跟这个战狼版是一样的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小兵的数量也是，对吧？也是这个 double 啊，所以说基本上呢，不像大伙想的那么简单啊。只不过呢，这个无非就是在战狼的基础上啊，变成了恐龙扛狼啊。对吧？那这个人物加强了啊，那就变态了。那就不用多说，类似于像咱们大伙玩，你比如说大伙玩这个什么王者荣耀，对吧？你玩王者荣耀，你用的都是原始人，对吧？人家玩的都是这个3体人，什么6体人、超体人什么的啊，那你肯定跟人没法打，对吧？这个游戏你玩不了。又或者说，即便你是原始天尊，但是人家玩的什么？人家玩的是那个，这个叫什么模式啊？这个就是。这个技能都改版了，非常变态的模式啊！那有很多这种版本，叫什么版本啊？就是什么，包括像什么无 CD 模式，对吧？人家无 CD， 或者人家技能非常变态，啊，是吧？这个到你这儿呢，你只是普通的版本，那你跟人就没法打，对吧？那肯定是没法玩啊！啊，可以看到把怪聚到一起踢啊，这真的是非常过瘾。这不是恐龙扛狼了，这是他妈的回旋踢，漂亮的回旋踢，呵！好，这里面捡这个火啊，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，然后呢，直接就进到白河。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一看这个赵云像这个林志颖，总有一些这个小的时候看这个旋风小子啊，这种感觉。OK， 可以看到一会儿啊，又有一个倒霉蛋啊，曹仁。
反正大家伙儿也可以去挑战。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版本啊，对吧？其他的角色怎么样？其实现在这种改版非常多了啊，像《三国战记》的话啊，我估计保守来讲得有200个改版。三国志呢，就当然我说的是也改版啊，上登录平台的倒不是那么多，然后呢，你像包括像什么，像合金弹头的改版，我估计得有60-70个啊，这都是保守来说。平台上三国志的话，也有这个几十个吧啊，也有几十个。拳皇的版本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那都太多了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。这一踢他晕的时候真的是给这儿啊，给人一种这个乌巢酒仙的感觉。好，这里面再这么踢，但是这个踢法由于呢这个得反着踢，对我就想到了这个啊，你只要掌握好这个反着踢，反着踢是怎么踢啊？他先跳转身，然后再踢的话就可以把对方踢回来。好，你看像这样的，反正一直保持这个晕。第一呢是不让这个 BOSS 进板边，第二呢也考虑到这个小兵，你看。这个小兵啊很讨厌啊，一个血杀，然后呢压制起身，但是不行，可以看到有难度啊，直接削死啊，有难度。不像大家伙想象的这个样子啊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啊，我建议大家伙不要觉得这个版本好变态啊，我上我也行啊，对吧？就好比大家伙看那些什么国服啊，什么那个什么通天带玩王者荣耀，对吧？咱也不拿别的游戏举例啊，可能王者荣耀目前来讲应该全民谈不上啊。我估计啊，这个但凡玩这个手游的人啊，基本上70%以上都玩过吧啊，我就玩过啊，对吧？没玩过也听人看到过。你看别人这个什么那些主播呀或者说那些什么那些大神是吧？那些职业玩家或者说是什么代练什么的，你看他们玩就感觉可简单了啊！反正上来大伙都一样，铭文都是满的，对吧？一上来都是公平的啊！你看人家玩，人家思维就不一样，人家的走位啊、打点啊，对吧？都不一样，对吧？这个包括思路，而且那还是人脑和人脑对抗，这个跟电脑对抗的话，这些高手啊，他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啊，无数次有点少。但是你像那些靠这个街机怀旧游戏吃饭的这些开直播的这些人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玩这个游戏，我说实话啊。说上百次都是在骂人，不上百次啊，上万次都是在骂人，最少得10万次左右了啊！无论是什么恐龙啊，还有什么的啊，所以说呢这都是一样，包括像玩那个什么，像你看那些玩什么乒乓球，这个打乒乓球的对吧？乒乓球的话，那些人你说他没啥事训练的时候，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，还有练基本功对吧？拿机器对着练啊，包括这个网球是吧？咱很多人说，那个有一些人岁数比较小，对吧？他们跳水非常厉害。要知道跳水这个运动啊，它应该不是全民运动。你像乒乓球算，甚至是在某种意义上，足球都可以算啊。只要你想练啊，就有条件练，对吧？你像现在这个足球，虽然说，对吧？这个你没有什么，咱们国家没有什么场地，对吧？对吧？尤其是前几天跟这个新加坡踢啊，我就不说了啊，太难受了啊。但是啊，又跟大家伙说这么一个点啊，就是说你乒乓球、足球，你足球你可以练颠球，可以练盘带，对吧？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啊。包括篮球也好练，但是呢，也并非那么简单啊，对吧？也一定要有天赋的嘛。像玩这个游戏，你像刚才我们说跳水，你跳水就没有能力。你像现在我们牡丹江，它就没有跳水的地方。很多人说，那你有踢足球的吗？有啊，有很多学校啊、体育场啊，这都有。再不济，你找一片空地。说实在的，你像那些巴西是吧？那些贫民窟，人家热爱这项运动是吧？随随便便人就可以找一片地方就能踢嘛，是吧？这主要还是热爱的问题。像这个游戏呢，小的时候吧，我认为这些大神呢，也是一样。第一是有兴趣啊，第二呢，有兴趣呢创造热爱，然后呢有一点点消费。因为小的时候真的你只能在街机厅玩，对吧？有这个天赋，再加上有热爱，再加上有因为一点点的经济条件就能玩了。你现在不一样啊，你现在你街机模拟器，对吧？你平台那也是免费的啊，现在基本上很多平台都是免费的，我不多解释了啊。对吧？再加上还可以赚钱呢，开直播。所以说现在练这个游戏啊是没有门槛的，但是呢也需要天赋吧。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喜欢你热爱就一定能成。就好多人小的时候，你像我妈啊，这个小狼的妈妈啊，就非常喜欢让小狼练这个练字啊，毛笔字啊，钢笔字啊，对吧？这个在课余，对吧？在这个暑假呀、寒假呀、周末啊，课余的时候呢，就让我去学这个写字。
我就不愿意去学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就没有这个天赋，我也没这个热爱，对吧？天赋加热爱啊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对吧？这个我说句实在话啊，热爱的话也重要。热爱的话呢，这是娱乐项目，就好比很多人喜欢玩游戏，很多人喜欢谈恋爱啊，很多人喜欢去按脚，很多人喜欢这个爱意随中起，终止意难平，对吧？啊，这都是热爱，花点钱也好，对吧？虽然说你不专业，对吧？哎，你又不是小狼探花，对不对？你虽然说不专业，但是啊。对吧？你还是有一定是吧？有一定的这个热爱的话，这种热爱你消耗你的这个能量是没有问题的，包括消耗一些这个收入啊，这种热爱是对吧？很正常的啊，对吧？这个即便你没有天赋也无所谓，对吧？有很多老板他赞助比赛，大家伙儿知道吧？有很多老板赞助比赛，他就是他喜欢这个游戏，但是他自己玩的不好，但是他就赞助比赛，看别人玩啊，别人突破了，他也是有参与感，他也觉得哎，我玩的挺好的啊，对吧？啊，或者说我觉得哎，这个游戏是吧？还这就是很正常嘛，大家伙儿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拿这玩意儿当职业，我觉得啊，最主要的是热爱加天赋啊，这两个应该说缺一不可。很多人说努力重要嘛，我觉得啊，你没有这两个东西啊，努力就不重要。有了这两个东西呢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努力，因为热爱在这儿啊，就不是努力的问题的，就跟你玩似的，对吧？你像你喜欢玩游戏，对吧？你说你很多人这帮人说喜欢玩什么原神启动啊，有很多人喜欢玩这个什么王者荣耀，有很多人喜欢玩电车之狼，对吧？什么文雅婷，什么人工少女人工学院，什么是吧？啊，什么尾行啥的啊，对吧？那你喜欢玩对吧？那你对吧？你有点喜欢是吧？你喜欢了，那你即便你没有天赋也可以玩啊。当然在这里我跟大家伙说，像这个能听到我搁这逼逼叨的啊，我估计也不是一般人。说实在的，要不然就是催眠的，要不然就是真的啊。这个能听到这儿不容易，有很多不认识我狼的，基本上就再见吧。我不知道你干啥的啊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反正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回身摔，然后把怪接到一起，再摔，然后呢压制起身，但是没有啊，他选择捞高这个战线。感觉他这个跳 A 啊，本身这个游戏的跳跃攻击啊，就是判定就比较好。只不过跳跃攻击的缺点，大家伙都了解，就是一下把人踢倒了，然后呢伤害非常少，所以说很少有人喜欢用跳 A 来打的。就即便这个跳 A 里面看起来最变态的关羽的跳 A， 对吧？你想想关羽那个跳 A 多牛逼啊！他那个跳 A 的姿势有点像恐龙快打里面那个黄帽前手一样的姿势，判定很高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少有人去练，就是因为一下就把人打倒了，意义不大。伤害很低，而且这个游戏对吧？你伤害不高的话，本身就伤害不高，你就一下打，这时间都不可能够啊。好，直接踢死其中的一个安美，就直接搞死了啊，就不说。而且现在只用了18分钟多一点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游戏其实挺难的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张辽、徐晃，然后吕布。就是所谓的这个最后的几关，但是呢，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啊，很多游戏都是前面的关卡，都比较短，啊，越往后呢，这个关卡越多嘛啊，不是关卡的时间越多，尤其是像倒数第2关，这个游戏也是一样，也是倒数第2关的多啊。这个恐龙快打也是，哎，我觉得好多游戏都是这么设计的啊，都非常逗啊，确实是。好。来看看奖励关卡，打曹操的牧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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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看看，刚才说的是诸葛亮啊，那个诸葛亮无敌了。好，赤壁之战1，各种不控制啊。这里面反正呢打的也挺快，虽然说呢怪都是双倍。但这个伤害能力啊，真的是特别的高啊！好，这里面有的时候还会随机的给你一个火柴啊，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。OK， 看看。我操，这你看
看出来没有？玩这个游戏啊就不能被包，对吧？啊，其实玩什么游戏都一样啊。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这个。看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鸡脚芝士啊，对吧？不知道以为好像是这些鸡爪子跟芝士一起啊做的菜的啊。鸡脚芝士呢最简单的就是咱们大伙儿了解的这种什么呢啊，就是这个一字长蛇阵，对吧？首尾可以相顾，可以打 U 型阵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陈宫和吕布，对吧？啊，陈宫说啊，这个你带着兵出去，我来守城。这时候呢，曹操来打，然后呢，咱俩两面包夹。对不对啊？鸡脚芝士啊，包括这个，是吧？包括后来有很多的地方啊，都是这样的啊。这个被包，你像你玩王者荣耀也是啊，对吧？有人绕后，对吧？有人绕后，你像经常会有这个打野啊、刺客绕后，或者说关羽绕后啊，一些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人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，被包，左右夹击是特别难的。你玩闯关游戏啊，就深刻的看到这一点了。如果说你被左右包了，对吧？你首尾不能相顾了，你打面前的敌人都挺好，那你背后的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玩家啊，大神他玩闯关游戏，他就特别牛的就在哪儿呢？他可以啊巧妙的利用走位和这个控制的一些技能或者说一些技巧，他把这个小兵啊全都聚到一起。如果背后有的时候呢，他通过走位，然后呢再调整。如果要是实在是没法调整呢，可以用血杀先把对方打倒，在打倒的过程当中再调整。因为血杀呢啊，费一点点血啊，其实这个应该说啊，它的这个成本啊，这个很低。可以用的啊，可以用来用，这就是高手。很多人他就是用作这个血杀啊，对吧？但是他的血够用，他套路摆在这儿啊，他血杀呢就是日常消耗，而且还有补血，即便是进血啊，他也不需要费那么多，因为他的套路打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他这打就根本不用费血，有的时候你练4、5个血杀，对吧？费的血这个没多少。相反的，你被这个 boss 打一下半管，甚至有一些连招一下就给你秒了，更难受，对吧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，省着一个空中等着。像想当年，对吧？有很多玩过地下城与勇士的，我狼也玩过啊，玩这个地下城与勇士。这个地下城与勇士呢就比较简单啊，这个很多人玩啊，对吧？有的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有的职业呢觉得自己的持久不够用，因为他一直靠这个攻击。对吧？不靠技能，然后靠攻击啊。比如说那就修武器，结果呢感觉这个装备持久不够用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特别费钱。还有的呢就是蓝不够用，有技能的蓝不够用，打着呢就点对吧？就点回蓝。有的一些土豪呢就给自己买时装，对吧？2套时装换啊，刷图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加血加蓝。对吧？有一些自动回蓝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大不了这站着不动回蓝。有的呢还用那个。变速齿轮啊，让自己回蓝快一点，对吧？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这边怎么说啊？一直砍。那刚才呢，小狼接了个电话啊，所以说这个一直没啥声音，啊，这里面一直给这防着，这个张辽给人蹲防啊，这是蹲防，他不应该叫张辽，应该叫夏后蹲，对吧？夏后蹲的啊，没问题的啊。OK， 来看看这个一上来小怪非常多啊，这就是来到了整个游戏的传说中正版游戏的倒数第2关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呢，咱们大神也得需要用这个血杀来这个挑啊，来挑这个位置。OK， 来看看各种踢。好，各种踢过来。
好，来看看这边呢，这个地图啊是我狼最害怕的地图之一啊。斜坡那个也是我怕的。这个地方怕是主要是什么呢？有很多这个小怪不说啊，这个最难受的小怪，这个是攻击力比较高。还有呢就是三美，三美就不用说了啊，这个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三美有文化。就怕三美撇飞刀啊，小美飞刀是真的是有点难受，而且呢还有这个什么啊，还有这个肥铁针什么的。但这个地图里啊，正版是没有这个赵锤啊，这里面紫色的正版是不是没有这个皮肤，这个也就是说没有赵家五虎的啊，这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。但是这个战狼版呢，在这里也是挺有意思啊，战狼版在这个版本也是啊，它也会有这个三美是吧啊？这个也是数量非常多，就感觉挺讨厌啊。原版也有。好，来看看跳跃攻击，一个扣，这各种不控制啊。好，来看看现在这个大猪啊，小的时候觉得啊，这个《三国志》里面哪个补血最多？恐龙快打呢都知道啊，那个大肉腿最多。但是同样的大肉腿呢，在这个《三国志》里面啊，它这个皮肤都非常像，但是它的加血呢属于中档的补血。而且我想说啊，真的是中档的补血，它也不是中高档。哎，就是比较弱，对吧？啊，仅仅比这个大腿稍微强一点啊，比如仅仅比刚才那个小腿强一点啊。但是呢，要跟大家伙说一下，这个大猪这个啊，在这个游戏当中并不是最高的。这里面啊，据说是那个北京烤鸭最高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有这个乳猪，还有这个鱼啊，还有龙虾，感觉这些都补血低啊。就是据说是那个大虾最高啊。然后呢，再就是要很多其他的游戏，《三国战记》呢都知道啊，是那个大人参最高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天山雪莲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们都管它，一个叫万年雪霜，一个叫这个天山雪，一个叫雪莲。因为当时玩这个热血传奇嘛啊，这个特别有意思啊。好，斜坡呢这一点呢，你可以看到，除了有很多小兵之外啊，再就是有赵家五虎加铁针肥，这也确实讨厌啊。很多人说铁针和肥区别是啥？我个人感觉啊，其实它也谈不上什么区别，就是主要就是啥呢？就是血多和血少的问题，对吧？就好比这个玩那个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里面，这个僵尸，普通僵尸啊，对吧？那个铁桶僵尸，再就是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停车的那个停车桩那个僵尸啊，带个黄色的停车桩啊，特别有意思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这真过瘾。这里面不用捡碎锤了吧？我个人感觉啊，咱们这个攻击能力不用捡碎锤，因为碎锤呢就是为了把人打成固定的那个状态，然后一下一下的这个把人给秒掉。但这里面咱们的跳跃攻击啊，直接就可以把对方，对吧？直接踢死。我相信啊，这个版本比这么玩，那肯定比碎锤厉害得多啊，这就不用多解释了吧啊。你碎锤也是为了把人打成固定状态，然后一直把这个徐晃给秒掉啊。虽然说秒不掉啊，正版呢咱们只能已经打到角落里面之后呢，还要再周旋2-3个回合才能把这个怪给搞死啊，才能把这个 BOSS 搞死。但是这个版本并不是特别需要。好，回身一摔。好，打过来，血杀一点。好，这里面呢，也跟原版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为什么还会有火柴啊？这没事给个火柴也挺狠。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小兵，你看这个小兵啊，这个跟正版的不一样，感觉随时随地可以这个搞定啊，这个有点蒙圈啊。好，直接来到了 BOSS 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
OK， 我们看看，你这里面感觉好像没有机会打。正常第一时间应该绕到这个马的这个背后。我去，这个骑马。这个骑马直接转的时候，夸夸一顿射箭呢，这太变态了啊！好，直接血杀把他打回去。这样的话呢，按理说应该往屏幕右边走啊，把马拖回来。你不把啊，他不想拖回来，他觉得拖回来不如这么踢，那拖回来不如这么踢的啊。好，直接踢死啊，很是那啥啊。OK， 这是传说中徐晃拿着冠石斧，真的啊，什么游戏徐晃都是拿斧子的，《三国战记2》也是拿斧子的啊。但是不知道总有很多小伙伴总觉得这个许褚啊，总觉得许褚才是拿斧子的，因为冠石斧特别配合这个许褚嘛啊。OK。看看这个地方，感觉有了这个赵云的输出能力啊，这个草剃剑都不需要了，是不是？草剃剑感觉意义不是很大，你捡了之后呢，对吧？它也照样是只能过，一旦见水就没了，对吧？一旦见水直接再见。目前为止已经是31分钟多啊，将近32分钟，所以说呢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即便呢咱们的玩家并没有一定要速通的这个路子。但是呢，看得出来啊，确实还是挺慢的啊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版本的话，它应该比原版要快一点。虽然说怪非常多，智商也非常高，但是这个能力属实有点变态了。好，你看这个版本还是有难度啊。有的时候这个像小兵他不听话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我这个地方感觉玩的是过于稳。因为感觉好像不敢费血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一会儿呢有一个补血的烤鸭啊，一会儿应该有一个大补啊，超级大补。好，把怪聚到一起。好，踢过来。这里面有的时候啊。感觉还真的不如这个，真的不如是一个大怪呢。你这个小兵，反正对吧？他一直搁这攻击，然后呢，他还在你屏幕上啊，他还不抖，他不往你这走，他就在板边里面待着。其实这样挺讨厌的啊。包括那个弓箭手，你去主动去打他吧，还挺危险的。好，上面有一个补血，这个补血要吃啊，这个补血很重要。哎，他不吃。啊，行。好，来看看侧踢，赵家五虎在这里就是活靶子。你想啊，其他的小兵啊，反而死的比这个赵家五虎死的还慢一点，对吧？好，赶紧捡完赶紧扔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武器一点用都没有，血杀。对啊，然后直接走就行。其实我在想，这里面这个吕布呢，由于你这么打，他无限晕的话呢，不能被打倒，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呢，可能死的会更快一点吧啊，对吧？由于呢，他是一个不虚战神，所以说呢，反而可能会死的更快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一会儿怎么个打法啊？正常的打的话，感觉太慢了啊！你看这一下在人只要一跳，你在空中他就没有路子了，感觉再顶一下就行，不需要第二手了。看看这里面吕布配6美，2个吕布加2个美啊！吕布拿凝霜啊，比他的剑比咱的剑要粗壮啊！血杀一个大猪，你3美爆大猪了，我操！打错了，应该打那个，不，这个吕布的血量好多呀，这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，兄弟们。好，血杀起身，这个血杀是必须的啊，先把3美搞掉。好，
来看看，主打右边这个，好，再血杀一下。哦，感觉这个吕布攻击欲望，看没看见？这个 BOSS 很变态的啊，这攻击欲望可以的，再血杀，然后压住。相反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版本真的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好，踢到屏幕最右边。如果没有小兵的话啊，这个 BOSS 早死了啊！你可以看到，你血杀都有危险呐。好，这里面哎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给机会的话，直接就踢死。OK， 接下来还有一个秀秀啊。那这个曹操的话肯定也得干呐，苏通的话直接放走了啊，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完美结局的中等结局。如果选杀没杀死就是不完美结局啊，如果选择杀兵给他杀死了就是完美结局，一统天下，一摔死。OK， 用了36分钟啊，这个左右啊，不到36分钟通关。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呢挺变态，但是也有一定难度，因为这个小兵啊，还有 BOSS 啊，总体配合到一起啊，这个智商啊有点变态，攻击欲望也很强啊。但是由于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，所以大伙儿肯定不屑一顾。有不服的可以去玩一下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支持和关注啊，希望大家伙儿呢多多点赞评论啊，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